來，我們先把遊戲暫停一下啊，給大家看一下这个车辆。这个车辆有点，我第一次在这个游戏里面见到一个这样的车辆。这个车辆它肯定不是我订阅的，太有意思了。今天我们去修这个铁路的话，去想一下，正好在这个位置啊，旁邊有一條鐵路的隧道。我們先打開這個鐵路的選項，然後把這個隧道呢先延到對面去。為這些市民去做一個大型的火車站的話，那麼我們這個區域啊，開車的問題就會減少很多。然後我們把這條隧道呢先掏到這兒看一下，空間已被佔用。哎，這裡是不是這裡有一條河？開一個牆這兒吧，先把它暫時沿在這兒。然後我們切到地面去看一下這個角度的問題。角度好像沒有問題。上一次有同學說這個城市發大水的話會把這個火車道給淹掉的，所以我們盡量要把它抬高一點。如果說火車道直接這樣沿過來的話，我們前方還有一條馬路。你看啊，我們先嘗試一下讓它交匯。它交匯過之後，這條馬路上它會多了一條資產，就是這個火車在路過的時候，那麼汽車肯定就不能再通行了。就是前方這個隧道，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挪動一點。稍微調整了一點點啊，現在看起來這個鐵路就不穿模了。然後現在把這條鐵路繼續延長的話，先研究一下前方的地形。這個地形我們需要做2個火車軌道，一個連接外部城市，一個連接我們城市幾個車站。先簡單的畫一個路口，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。然後呢，我們把橫跨城市的這條鐵路呢，現在先打彎道，然後讓它向前行走啊，因為我們對面還有一個小島，那個小島的話也讓火車去通過。這裡的話想一下啊，先直行，然後從這兒再增加一條路口。然後再讓它去向前延伸的話，這裡就比較好連接了。我們直接拉一個大環線，強制一個地面。比如說第一個車站很簡單。第2個路口呢，從這兒。因為這裡是火車交匯的一個地方，我們需要加一個備用的路線。然後呢，我們把這個火車站放下來看一下效果。這個站台它現在全部都是自動的，比較省事啊，不用我們去繪製了，只需要把下方穿模的道路先刪了。忽然發現這個藍洞的問題啊，不是太好看。然後呢，我把這個兩邊的鐵道呢稍微改了一點點。至於水電可以先不連接。OK， 把遊戲暫停一下，要不然這個火車馬上就開過來了。左邊的位置呢，我們放一個小型的火車站，檢查一下有沒有軌道比較少一點的。火車與地鐵中轉站，我們放置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這條道路它只有2個車站啊。我們把下方的道路先刪除了，然後呢，把它移動到這兒。通車之前，我們先把必要的這個道路先連接。關於主幹道的連接問題呢，我們先看一下這條道路。這條道路它是一條普通的4車道。那麼我們選取這條道路呢，從這兒先把它延長。然後讓它也進入隧道，這樣的話2條道路去連接，它就沒有什麼痕跡了。豬塘隧道做個有意思一點的，我們直接打一條直角，然後讓它在遠離火車的地方呢，我們還要在這兒做一個地下的停車場。OK， 把水電通上去以後啊，這個火車就可以通車了。我們先把這些行人的交通給安排上，然後呢，我們再慢慢的去打理。現在遊戲一直是暫停的一個狀態。這條電線桿是一個暫時的，比如說從這兒先讓它跨越這個小河，沿着這個河堤呢，把電線桿這樣去鋪設。那麼現在這2個火車站的用電問題都可以解決了。
這個停車位，我覺得中間的這個位置我們可以利用一下。目前地面上的停車位有點太多了，從這兒先增加一條入口，然後再把它降低，讓這些停車的乘客呢不能影響我們的主干道。比如說從這兒增加一條入口，這是一条共用的入口。至於前方呢，來我们把這個停車位繼續去延伸，點在這兒。這個顏色是不是有點太豔了？這樣啊，我們先把它變成魔物，然後呢放大一下看一下效果。OK， 為什麼最近更新這麼慢啊？就是因為做這些小細節，可能大家看的話幾秒鐘就快進過去了，我制作的話需要上小時。哎，有火車過來了。來，我們檢查一下這個區域，目前的火車站已經啟用了，帶走了21位乘客。這個火車站呢，我們留作，我去，右邊的火車站也開始通車了。左邊的火車站我是準備讓它作為城市外接的。這個火車站呢，未來等我們所有的區域每個火車站建好了以後，我們再創建一條新的路線。然後我們現在把這個道路兩邊的這個汽車給限制一下，不讓他們停車。如果火車站旁邊的這個停車場停滿了以後，他們就停到我們的地下停車場了。然后呢，我們再用到這條2車道的公路，把這個區域給繼續延長。中間放一個狗狗公園，這是一個小廣場，我們把它當成火車站的一個小廣場。然後把它放這兒了以後啊，這個電線桿就可以拆除掉了。試一下，右邊的電的話啊是可以連接的。這應該是一個酒店，花費10萬塊錢，每周維護320塊錢。我去，這個酒店放置了以後，哇，好漂亮！上面還自帶了有一個游泳池。OK， 這個區域就這樣吧。這個區域簡單做了一點，主要在火車站旁邊呢蓋了一部分商店，然後在我們靠岸比較遠的位置放了一些寫字樓。這個居民數量現在已經提高到8萬了，所以也順便幫他們解決了一下工作上的問題。我們看一下，目前這裡車流量已經正常了，火車也正常了。然後2個火車站呢，這個我們城市之間的這個火車線路還沒有去規劃，就讓我們城市外部的這個火車現在先隨便的去跑吧，把這個區域的客流量帶起來再說。